魏无羡一惊，心道：蓝忘机刚才是侧身站着的，不然我的攻击不可能落空。但这完全没有道理。侧身站他既不顺手，又和我尽可能保持了距离，他为什么要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怎么可能？这时他才意识到，蓝忘机的视线并不在他身上，而是越过他，在看墙上的投影。果然，蓝忘机问道：第几计？魏无羡：第5计。蓝忘机：未公开镜头。魏无羡：算你有眼光，这可是我从内部渠道搞来的，想看可以借你，但别告诉其他人。蓝忘机：放心。神奇生物探秘是一档面向研究者的纪录片，和蓝忘机、魏无羡两人所学的专业息息相关。业内研究人员几乎人手一份，学校也把它当成半必修的辅助资料，考试和答辩有很大几率遇上。所以被蓝忘机一眼看出区别再正常不过了，而魏无羡既然敢拿出来放，就做好了出借资料的心理准备。没经过剪切和配音的视频嘈杂而片段，但充满了原生态感。魏无羡快进到隐形兽的部分，一帧一帧拖着进度条看。草丛、树丛，大段毫无意的空镜头，他其实已经反复看过很多遍了。整段视频里，神秘生物只出现了短短的几秒钟。他本想借由转移注意力来找回镇定，没想到事与愿违，思绪还是绕着蓝忘机打转。魏无羡盯着画面中微微晃动的树叶，想，蓝忘机也太小心翼翼了，男生之间搭个肩膀，搂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更何况这又是在寝室，四下无人，我又不会，他手一抖，按了暂停。正好蓝忘机说道：好了，来吃饭。魏无羡打了个小哈欠，凑到锅边深深吸了一口，乱七八糟的想法被香味清空。他也不跟主人客气，接过碗挑了一筷子就吃。没想到刚出锅的面条极烫，一入口才开始发威，烫得他差点飙泪，含着在嘴里吞也不是吐也不是，想拍桌子，又怕把面锅和蓝忘机的碗震翻了，憋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。魏无羡：呜呜，好烫，咕噜呼，可烫死我了。蓝忘机忙把水杯递给他，道：慢些吃。魏无羡灌了半杯冷水，缓过劲，才道：实在太好吃了，我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了，真的特别好吃。不过你家有没有辣酱？我能加点辣吗？蓝忘机刚拿起筷子又放下，略带歉意地道：没有辣。魏无羡遗憾道：算了。他低头又扒了一口面，又问：那辣油呢？有吗？蓝忘机、魏无羡恍然：哦对，你不吃辣，太可惜啦，不然我拿一罐从老家带的自制辣酱给你尝尝，又香又辣，保证下饭。哎，这是什么牌子的面？我也想买点。蓝忘机：是银丝面。魏无羡：啊，银丝面？该不会是你们姑苏大名鼎鼎的那个银丝面吧？蓝忘机点点头，道：母亲寄来的。魏无羡：啊。他愣了好一会，简直矗立震惊了。蓝忘机：下面给我吃。还不是泡面？阳光透过窗帘缝洒落，刺眼得很。然而迎着光，魏无羡却不能翻身，还要努力装睡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太惊悚了。昨天晚上蓝忘机下面给他吃，还很好吃。世事无常，没有最惊悚，只有更惊悚。更惊悚的就比如隔天一睁眼，蓝忘机就睡在身边什么的。虽然博士楼的床比他魏无羡宿舍的宽敞，床垫松软又好闻，可这不代表他乐意与另一个人共享啊。所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时间回溯启动。昨晚吃完面收好碗筷，已经差不多9点了。之后蓝忘机拿出教案，开始给他补讲课时，他一开始听得很认真，因为蓝忘机说话声音很好听，很有节奏感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认真的男人最帅气，蓝忘机能帅到这个地步，他也不能输。然后他就睡着了。这实在不能怨他，毕竟基础课的内容太枯燥了，毫无挑战性，堪比听和尚念经。当然他并没有指责蓝忘机讲课无聊的意思。接着他就被蓝忘机用钢笔敲醒了，坚持又听了5分钟，意识再次开始迷糊，再敲醒，再睡。他在被敲醒与打瞌睡之间挣扎，反复了3、4次。
他难得感到了不好意思，便提议泡杯咖啡再战，被蓝忘机以尚未唯有一票否决。在之后，记忆就直接跳到了早晨。大约后来睡死了，实在叫不醒，蓝忘机才只好让自己留宿的吧。魏无羡推断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，仍免不了心里嘀咕：我不介意睡沙发，不对，没有沙发打地铺也行，不必让我睡床的，不必让我也睡床的。可事已至此，重要的是我睡着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，或者我现在醒了会不会发生什么？魏无羡闭着眼努力感受，很好，腰不酸腿也不疼，胳膊肘稍微点不舒坦，但这跟蓝忘机没关系。那么醒来之后呢？现在睁眼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蓝忘机没醒，处理方式偷偷穿好衣服开溜，这是最好的状况了，但是成功率太低，途中任何一点响动都有可能把蓝忘机吵醒。第二种可能，蓝忘机醒了。解决办法有3冒号： A 方案，装傻； B 方案，一脸清爽地向对方道早安； C 方案，装睡，挨到对方先走。A 方案太被动了，被突袭的可能性最高，划掉。而魏无羡上午第2节有课，意味着没多少时间可以耗费，所以 C 方案也不行。综上，唯一的选择是 B 方案。加油，魏无羡，你能行，当成一次展示实力的机会。不能落蓝忘机的下风，要主动出击，掌握节奏，以进为退。魏无羡鼓足勇气，决定背水一战。行动开始。事实上，他只是把眼睛睁开一丝细缝，小心翼翼地开始观察状况。入眼先是一片瓷白的肌理，细腻到几乎看不到毛孔，平直的锁骨中有一处浅浅的小窝，跟着呼吸的起伏而明暗交错。魏无羡下意识屏住呼吸，并不自觉地睁大了眼睛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，颜色也更加鲜活。蓝忘机的睡衣是近乎白色的浅蓝，棉花团一般的云朵花纹中和了刚硬的肌肉型，不算深的 V 领遮去了大部分美妙景致，却巧合般地亮出了一小段胸肌间的沟壑，多一分太过，少一分又不足以勾魂，恰到好处，适可而止。魏无羡彻底放空了几秒，回过神顿时追悔莫及。可悲哀的是，某些地方并不总会听从理智的指挥，况且这还是最易被挑拨的早晨。蓬勃的血脉被那片错落的瓷白色的光影吸引，争相恐后的向磁极奔去，挤在方寸之间，把柔软的海绵化为尖钢，撑得发胀。大意了，忘记计算容貌这个误差变量。他还来不及想出备用战术，头顶便响起了一抹比昨晚更低沉也更瓷一些的嗓音，道：醒了。魏无羡抬起头，看到了在浓而翘的睫毛间那双接近透明的浅色瞳孔，而那人的神情不像记忆中那么紧绷，而是放松而惬意的，单薄的唇形略显干燥，却分明是极适合被吻如诗的程度。可惜他还来不及多欣赏，稍显迷蒙的眸已经回复了清明。蓝忘机翻身坐起，掀窗帘，开窗，动作一气呵成，说道：不早了，起吧。